去年起，英国在美国政府后面亦步亦趋，接连对中国涉港、涉疆以及疫情问题指手画脚。然而，英国媒体却爆出，首相约翰逊近日在与中国企业的圆桌会议中，自称是狂热的清华派，大谈要改善英中关系。这两副面孔下，是英国既想在西方捞取政治好处，又不愿丢掉经济利益的纠结和矛盾。英国《卫报》报道，在本月12号唐宁街与中国企业举行的庆祝中国春节的圆桌会议上，英国首相约翰逊形容自己是狂热的清华派，并下定决心，无论偶尔出现什么政治困难，都要改善与中国的关系。他表示，希望通过重启中英年度经济财经对话以及中英联合贸易和经济委员会来恢复两国之间的正式贸易讨论，并愿意与中国签署新的投资和市场准入协议。卫报说，由于英中在香港问题上的冲突，这两个对话机制均已暂停。首先呢，我对他这个表态呢画一个问号，因为就过去1年多以来，这个约翰逊内阁对话的态度而言，我想说的是，这个中英双边关系啊，在他的一系列的这个政策举措之下，已经被破坏的体无完肤了。中英双边的经贸关系而言，毫无疑问，就是英国未来要构建一个所谓的全球英国，它不可能脱离这个最重要的这个世界级的经济体中国的参与。在这个意义上来讲呢，这个英国约翰逊政府啊，他是一个机会主义者，是一个无利不起早的这个政客，所以他这个表态是可以被理解的。卫报援引英国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20年第二季度，英国从中国进口商品总值约996亿元人民币，占英国整体进口商品的13.4%。中国也一跃成为英国的最大进口商品来源国。英国政府未对约翰逊言论发表详细评论，但表示他对中国的看法是众所周知的，并补充称，重启中英年度经济财经对话对中英联合贸易和经济委员会的日期尚未确定。他可能会认为，这个政治和经济可以并行不悖，但实际上完全不可能。英国要寻求跟中国的重启这个正常的关系，我认为他首先要增强政治互信，然后加强两国之间的这个，我们说在这个长远的战略关系角度上去考虑，然后是经贸关系。各个方面重启这个中英的一些财经对话，一系列的正常的这个关系。值得注意的是，就在讲这番话的3天之后，约翰逊追随美国对世卫专家组在华调查的所谓关切，宣称新冠肺炎疫情起源于武汉。卫报表示，正值英国反华声音甚嚣尘上之际，约翰逊在圆桌会议上发表的狂热清华派的言论，可能会激怒他所在的英国保守党议员。自约翰逊上任以来，英国社会多届频繁跟风美国，对中国涉港、涉疆及疫情问题指手画脚，并单方面暂停了与中国的多项经济对话，造成两国关系紧张。香港国安法通过后，英国政府反复借护照问题粗暴干涉香港事务。香港外交大臣拉布也没闲着。近日，拉布再次发表涉香港言论，提议前往北京，以寻找一种能够就香港问题展开合作的方法，但他的所谓请求并未被接受。但在贸易问题上，英国仍然不愿轻易放弃中国这个重要的合作伙伴。南华早报称，中国是英国最大的直接投资国之一，大量中英之间的业务经由香港处理。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周一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高级别会议发言，提到香港问题时，他表示，有近70%香港市民认为香港在国安法实施后更安全稳定，充分说明香港国安法深得民心。香港的国安法弥补了香港地区在维护国家安全方面长期存在的法律漏洞，开启了香港形势由乱及治的重大转折，有利于一国两制实践行稳致远，也保护了香港居民根据基本法和人权两公约享有的各项权利和自由。有分析认为，英国之所以释放对华矛盾信号，是因为脱欧后英国寻求取代欧洲市场，同时希望彰显自己是全球一股支持人权的力量。对于把对华政策的平衡点放在哪里，英国政府一些人认为，英国可以挑战中国政府，却并不会陷入中澳之间那种贸易和外交战。后脱欧时代，整个英国政治它的这个处于一种杂乱无章、混乱一团的这样一个局面。我认为在中英双边经贸领域，中国是具有主动权的。所以说，是不是进一步重启我不知道，但我想说的是，
我觉得中国外交部的有一句话是最对的：任何一个国家如果侵犯、损害中国的核心外交利益，那么休想让我们在多边领域和双边领域给予我们的支援和支持。